美国财政部28号发布公告，公布针对美国个人和公司投资中国先进技术的限制，主要涉及半导体、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3大领域，涵盖香港和澳门特区。拜登政府在任期倒计时之际出台新的小院高墙禁令，是否企图留下所谓的政治遗产？美国资本市场对此又有何反应？来看报道。 美国财政部官网显示，新规旨在防止美国资本和专业知识被用来帮助中国开发可能获得军事优势的关键技术。新规要求美方人员在与中国进行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特定交易时必须通报。新规的最终版框架将于1月2号生效。最终的这份框架酝酿了许久。美国总统拜登在去年8月的时候签署了一项行政令，限制美方对中国先进技术的投资。美国财政部根据这项行政令，于今年6月提出规则草案。 香港南华早报指出，最终版本的规则是在11月5号美国大选日的前一周发布的。观察认为，这可被视为一种脱钩断链的选举宣示，却是以牺牲中美关系为代价的。实际上，在美国财政部这份新规之前，美国总统拜登还于10月24号签署了一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备忘录，主要指导的对象是美国军事和情报部门，要求他们加大美国的优势，而减少中国等对手国家的优势。有分析认为，拜登执政期间对华实施小院高墙、围堵打压，这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备忘录被外界视为他的政治遗产之一。实际上，拜登政府一直把与中国的科技竞争视为与中国战略竞争的最重要的一个点。过去4年的执政当中希望把它形成一个机制化，然后在很多政府部门都专门安排了这样一个叫做新兴科技办公室。他在执政即将结束之际推出这个新规我认为它实际上是在贯彻与中国战略竞争的这样一个总体战略。 美方对半导体、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3大领域实施严格管控。美国财政部认为，这3大技术是下一代军事、网络安全、监控和情报应用的核心，因此美国必须阻止投资。这被认为是金融战的小院高墙版。具体而言，收购相关中国企业的股份和成立合资企业将受到限制。 美国投资公司向中国尖端半导体企业出资，美国企业在中国购买土地、建设量子技术研究设施等情况也属于限制对象。而且，即便是投资传统半导体产业，并不涉及尖端技术研发，也需要向美国财政部通报。这也进一步提升了美方投资中国相关产业的合规成本。如果违反规则，美方人员将受到最高36万美元或相关禁止交易价值2倍的罚款。 新规涵盖的范围非常宽泛，有业界人士认为，这实际上加强了美国政府的所谓解释权。在白宫国安会就此举行的背景说明会上，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指出，新规涵盖的交易适用于美国人员收购股权或某些债务融资、某些新建投资，或可能导致公司扩展和合资的投资。这样的模糊语言实际上对美国资本参与中国新技术研发进行了一刀切。为了进一步进行高压监管，美国财政部还设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名为全球交易办公室。这一名字将美方长臂管辖、霸权主义思维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主要职责就是打着所谓国家安全的幌子，加大审查力度。想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美国的投资人去投资中国的科技，去投资中国的新兴的产业的话，实际上是非常违背这个非常逆人性的一种措施。现在的资本确实是全球流动，而且对于很多资本的这个监管也不是那么容易到位的。如果或者说共和党执政的话，它是小政府，它是要砍掉这些冗余的部门，所以到时候它未必有足够的这个资源来支持它。 其实受到最新禁令影响的主要是美方自身人员。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中国建立数据中心，以推动该公司人工智能发展的一项计划，可能属于该规则的管辖范围。 不只是特斯拉，去年2月，美国乔治敦大学的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发布了一份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海外投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15年至2021年间，共有167名美国投资者参与了401笔与中国有关的投资交易，涉及251家中国 AI 公司。这些交易总额为402亿美元，占所有中国 AI 公司筹集的1100亿美元的37%。
从科技业的投资惯例来看，其规则十分明确，尤其是针对独角兽及有潜在的高价值的初创企业的投资，通常十分透明。简单而言，一般的个人投资者投资股票等资产，但科技投资者直接投资这些企业。而且从投资方式看，美国投资者一般不会单独行动，而是与中国或其他的外国投资者一起参与交易。91%的投资发生在风险投资阶段，集中于天使轮、种子轮。这些投资给美国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利润，但现在的美国政府警告他们，其中的许多风投将知识和技术转移到中国 AI 公司，这可能在长期内帮助中国在关键战略技术上追赶甚至超越美国。深圳卫视注意到，发布报告的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虽然是一个隶属于高校的民间智库，但它的官方色彩非常浓厚。它成立于2019年1月，总部位于乔治敦大学乌尔什外交学院。研究人员均为来自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界、国土安全部、国防部等的专家，拥有丰富的情报和运营经验。美国政府自去年以来酝酿的一系列投资禁令，从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方一直反对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名义，使用行政手段干涉资金、技术流通的做法。在2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也对美方发布的对华投资限制规则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了交涉，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要去跟美国的战略界谈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美国的战略界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动向啊，就过去一直谈的是跟中国战略竞争，但是最近呢，他们已经开始认为这样一种竞争的方法可能会影响美国自身的利益，所以他们现在在谈的是跟中国共存。那么如果要跟中国共存，你就不能够搞得这样你死我活。我认为应该去跟美国那些有理性思考能力的智库的战略这个研究员呢，去进行多多的沟通，要去争取美国未来把这个投资禁令的口子给打开。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时间28号深夜，美股市场三大指数集体高开，其中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表现强势，开盘后就直线拉升，这显示了美国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强烈兴趣，也印证了中国资产的价值回归。这也拉动当天 A 股走强，成交放大至逾1.9万亿元，单日近300股涨停。拜登政府敲定对中国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的投资限制，那么拜登为何在下台前夕还要损害中美关系呢？主持人好，拜登在下台前继续损害中美关系呢，是不得人心的，也意味着中美科技战再升温。他之所以在下台前对中国的半导体、微电子、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下了投资限令，就是要把扩大的对华科技战呢圈定下来，给继任者设卡，让继任者难以改变。这也显示出美国对华政策的变调。以前呢，鼓吹的是在经贸上脱钩断链。在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叫苦不迭以后啊，拜登政府开始调整政策，可以用脱钩但不断链来形容。脱钩呢是指科技脱钩，美国呢要在高新技术和未来上设卡中国的脖子，遏制中国的竞争力。高端芯片、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就是中美科技竞争的焦点，决定着谁将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大国。而不断链呢，则是指中美一般的贸易，比如说家用电器、服装鞋帽、机械工具等等。美国的禁令呢，不允许美国的个人和企业在所列的几项关键技术上投资。虽说呢是限于军事和安全领域，但实际上呢是全面禁止，既不能给中国提供相关的技术，也不能在相关领域投资。目的呢就是让中国在芯片制造和人工智能等方面永远赶不上美国。美国限令呢也会伤害美国的企业，可能影响马斯克在中国设立数据中心的计划。今年5月呢，马斯克计划使用中国境内的数据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系统。那么对于美国的投资限令呢，中国已经表示了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宣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要知道呢，中国在芯片制造上掌握着关键材料和提炼技术，比如说锗、钾、锑等等，限量出口可能呢会成为反制手段。拜登政府的限令呢，只会刺激中国企业奋发图强，在芯片技术和人工智能上努力的突破。
这次美国对华3项技术限令为何特别强调包括港澳？那么对港澳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将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美国之所以强调投资限令的范围包括港澳，就是说呀，港澳地区也不能获得相关的技术，美国投资者也不能通过香港的投资渠道对中国的有关企业投资，这样呢，就完全切断了中国获得这些技术的渠道。2020年7月，特朗普政府签署行政命令，取消了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实际上呢，接受了香港有别于中国内地的关税待遇。所以呢，这一次强调包括港澳地区，但是呢，这种做法呀，会伤害美国和港澳地区的贸易关系，特别是呢，是与香港的贸易关系。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已经做出了回应，强烈反对美国因政治利益而以各种借口刻意针对国家及香港特区，破坏正常的投资贸易活动，破坏自由市场和经济秩序，美国将自食其果。香港方面呢，算了一笔账，说2023年香港和美国的贸易额是603亿美元，美国呢是香港第3大贸易伙伴，香港呢是美国第27大贸易伙伴。在过去10年呢，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达到了2715亿美元，是其全球伙伴中最高的。这说明呢，香港和美国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互动，美国企业在香港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美国的限令把港澳地区包括进去，那美国企业呢将受到较大的损失。特区政府把此举呢定性为损害他人以损害美国企业的政治操作。美国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区以后啊，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就下降了，幅度还比较大。2019年，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是261亿美元，2020年贸易顺差呢就是160亿美元，跌幅达到39%。所以啊，美国呢得好好想想，这样瞎整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